大家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一个子空间向量的子空间这样，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看看这个子空间的定义。那子空间的定义呢怎么规范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它也本身也是一个向量空间的哈。好，我把那个工具笔叫出来。好，那 S 呢？好，是加运算跟乘运算，因为它子空间就偷老爸，也不是继承老爸的加运算跟老爸的乘运算，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子空间 subspace 啊 ，subspace 什么呢 ？of vector space 有没有？好，那继承老爸 v plus 好，那 over 它们都是布于某一个原则上我们不要搞很复杂的一个结构布同一个体那原则上我们平常我就把它被记作成这样子就被记成是这一个等一下这个常常写得太快denoted as S 这样的一个写法好，就是包含了下面再多一个 S 那这样以后我们在做符号上比较好写那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就是说我们它第一个条件它满足什么条件就是这个 S 本身它不会是空集合它本身怎样呢必须是V 的子空间V 的子空间这样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满足的条件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的加运算它也是在自己本身上面它本身怎么样呢也是一个二元运算好，那乘运算呢它在自己本身也会是这样那在一般来讲比较严谨的数学它就会怎么讲会讲说它是一个因为它承继老爸的那个加运算跟乘运算所以但是定义域又不一样怎么办所以这个在比较严谨的数学里面它讲说它是一个限定函数restrict function 有没有就是 restrict function of 怎么样呢这一个那你们就看看就好了那当然很多的那个数系它就会非常严谨会非常严谨那什么叫做限定函数那又有一个啰里啰嗦的一个规范那你们就知道这样一回事就好了先把它记下就好了那再来呢就是说第三个它本身怎么样它本身既然已经是要求它是一个向量空间嘛所以它等于是继承老爸的一个部分的那一个加运算跟乘运算所以呢以它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怎么样呢它也要满足8个那个 property 有没有你说这样不是太无趣了吗如果说还这样子一直玩下去不是非常的无趣这个那怎么办呢那这个空间结构如果还是这样一直玩下去的话大概我们就要give up 所以不行我们不能 give up 所以呢原则上就有一个更漂亮的一个结果出来就开始慢慢引出这一个线性组合的观念出来了慢慢要引出这个观念出来所以呢好如果说 S 它本身是怎样是 V 的一个子空间的话它是跟它子空间的话呢那它会满足两个条件那我依序整理给你们看我先把它 mark 出来第一个条件那对于所有的 XY 属于 S它在里面做运算还要属于 S 因为刚刚讲过嘛它也是在它新的一个限定函数之下的话它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二元运算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封闭性这是封闭性 X 加 Y 还要再属于 S 那对第二个那个它的存量计算有点类似怎样类似它要满足怎样满足那个存量乘法的封闭性所以 X 加 Y 属于 S那 CX 属于 S 注意这里
那这样的一个写法又太啰嗦了，所以到后来的话，就会把它写成说，这个对于所有的怎么样 XY 属于 S，那 CD 属于 F， 两个存量，那这个其实叫线性组合。那后面我们慢慢会把它建立严谨的一个概念出来，这样就说我就干脆检查这个条件就好了。好，这个条件，所以以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要来看这一个S 是不是V 的一个这一个子集的时候，那个子空间的话，我就在这个 S 里面找出两个向量，再做一个线性组合，那看看它是不是还在 S 里头，是，那这个 S 就是V 的什么一个这一个子空间，这样会好多了嘿。好，那个部分的证明就是说不再去证明，因为有些课本会很严谨去证明，要判断 S 是 V 的向量子空间的话，那对于所有的 XY 属于 S， 那 CD 属于 F，CX 加 DY 属于 S， 这个的证明我就在这里不讲了。要玩它的话就变得太抽象了，但是你要晓得那个线性组合还在里头跑不掉，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才是一个完整漂亮的结构，没有？好，那这样的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来证明一些类题一些类题。比如说首先我们常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假设说我在 V 空间里面有两个子空间 U 跟 W， 有没有？U 跟 W， 那 U 跟 W 都是V 的子空间，那它们的交集之后是不是还是 V 的子空间？那这是第一个大概在课程里面的第一个会很简单的怎么样？会很简单的拿出来让同学热热身，那让同学看看是不是已经有基本的了解我们的这一个刚刚讲过的 CX 加 DY 的检查方法。所以起手是对所有的 XY 属于这个 U 交集 W， 我要检查这个嘛，我要检查是不是子空间，你们看出来？所以呢CD 属于 F， 那我干嘛呢？我准备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 mark， 有没有？我要检查什么事情 ？CX 加上 DY 属于 U 交集 W。如果说我能够检查出这个式出来，那个推论就推出来的以后 OK 的话，那整个式就成立了。有没有看出来？好，所以好，那问题来了，就是说CX 加 DY 属于 U。好，那这个为什么？好，那我先把它写完，我再来跟你们解释，有没有 ？CX 加 DY 属于 W， 因为我们找到这个怎么样 ？XY 都属于 U 且属于 W， 所以 XY 属于 U。那按照 U 是 V 的子空间的话 ，CX 加 DY 就是属于 U。XY 也属于 W， 所以 CX 加 DY 也属于 W， 所以这两个式子就成立了。好 trivial， 有没有看出来？好 trivial， 所以呢，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就是要考你大概你有没有很严谨的知道它。所以 CX 加 DY 属于 U 又属于 W， 所以呢 CX 加 DY 属于 U 交集 W，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逻辑的推论这样。所以这个你能脑袋瓜清楚的话，你就晓得好，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撰写方式就非常的漂亮，就证明完毕，有没有？短短的几行，考试考你的话，大概你这样就可以拿到5分或10分。那如果不会的话，你就在原地打转，就不知道怎么写。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好，那下面再来看我们另外一个证明。那你就想说，我已经看完了这一个交集，那连集呢？连集非常的复杂。就是假设说 U 跟 W 也都是 V 的一个子空间，那证明就有一个大定理的。如果说 U 连接 W 还要是这个 V 的子空间，必须是 U 包含 W 或 W 包含 U。哇哦！好，那比较容易证明就是反推回去。所以你看，我们先做反推，因为一般考试的时候，先把你容易得分的先把它做完。好，那反推回去就是说，已经知道怎么样。U 包含在 W 或者W 包含在 U， 所以因此呢，不管是前面哪两个式子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你就会发现怎样呢 ？U 连级 W 有没有包含在 W 里头，或者怎么样？好，或者 U 里头这样，也就是说这两个的连级不是 U 就是 W 里头，所以那很明显的，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明显，就是说这个式子怎样它是 V 的一个什么 V 的子空间，子空间这样所以原则上就是说 U 连级 W 就是等于其实我这样写好像有一点点小问题我再稍微小改一下，它就是应该要等于如果说它包含于它们两个连级就等于 W， 如果它包含于它们两个连级就等于 U， 所以呢既然它是W 或是 U 的话，那当然那本来已知条件就是它们两个已经怎样，已经是它的一个这个子空间，所以这个是显然成立显然，所以 U 连级 W 就是这一个的一个状况，看到所以这个小修正一下，就是说 U 连级 W 等于W 或者是等于 U， 那 U 或 W 都已经是 V 的一个子空间，那当然U 连级 W 就是V 的一个子空间，这个吹笔好，考试要先得分。那再来往这边推的再往这边推有没有？我来往这边推的，这边推是稍微比较难一点好，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一般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是常考的考题在学校也是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量教你们数学的方法，这个要用什么？要用矛盾正法来证，用矛盾正法来证有没有？要 contradiction 的方法来证prove by contradiction。好，那我假设 P 是 U 连级 W， 好，这一个因为我要证明这个式子，所以你看这个是我把它再解构一次给你看，这个是我的 P， 那我要证明这是我的 Q 嘛，前面就已经跟证明了没有？所以为什么说我前面要花那么多力量因为要把你们的脑袋瓜全部建构清楚因为我们绝对利用这个短短几节课，我就有办法帮你弄好。如果说你有乖乖的来听课认真的不要讲乖乖的，认真听课，能看出来那这应该是能力就会大幅的提升那这个是我的怎么样 W 或者这一个我有没有看出来？那矛盾正法我们前面讲过怎么证，用非 P 或 Q 那然后你把它矛盾掉，你不承认它是对的，有没有看出来？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 P 且非 Q。 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把怎么样把这一个把它否定掉咯，就是我的结果不对，不是 U 包含于 W 或者 W 包含 U， 所以呢我们就 suppose 假设咯这是这个题目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题目那 O 就变成 N， 有没有？哇，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 not 什么 not Q， 哇，我就把那个整个结构给你，所以我就认为说，以前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说看到这个题目，课本的写法看了半天看不懂，因为脑袋瓜没有这个逻辑证明的完整结构，后来就矛盾正法，就是把那个要证的结果把它否定掉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一直证下去。那到底是反正法呢还是矛盾正法？因为反正法是非 Q 推非 P 嘛，也是把结果怎么否定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说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怎样？就变成是说这个不包含在这里头，这个也不包含在这里头，我们看出来。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画出一个 Venn diagram， 画一个闷式图出来。这是我的 V， 那这个是我什么？这是我的 U 空间，那这是我的 W 子空间好，那这里我就中间找到一个元素 X， 我在这边找到一个元素，找一个元素，我们看找一个 Y 好了找到两个元素，也就是说一定会存在一个，因为你把它假设掉了，属于 U 减去 W， 就是它不在这里头了啦，所以它是等于 U 扣掉 W 的那一块。那 Y 呢就属于怎么样 W 减 U， 这个题目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题目所以这几乎是每次考试的必考。看到我就找到两个元素，那找到这两个元素呢，很明显我要想干嘛呢？
我让它造成矛盾，要造成矛盾，能不能看出来？所以呢，好，这个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个图形看起来，好，这个认知代管来看 ，xy 的话属于怎么样 ？u 连级 w 有没有看出来？好，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结构，有没有看出来？结构的这个图给你看有没有？好，所以我就等在这里呢，又重新再做一遍。那可是已知 u 连级 w 哈，好，所以你可以推出来怎么样呢？这个 x 加 y 属于 u 连级 w， 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已知条件 u 连级 w 是V 的子空间呐。那 V 的子空间里面不是讲说 cx 加 dy 要属于它，能看出来？所以很明显的，我的 cx 那 c 就等于1。D 等于1，所以 x 加 y 就要属于 u 连级 w， 因为那是子空间的规范，有没有？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问题来了，就是两个加完以后呢，属于怎么样？属于这一个连级里头啊，就是我们的 x 加 y 就属于它里头，能看到？就属于它里头咯。那属于它里头，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说，我的 x 加 y 属于 u， 它一定属于 u 或属于 w 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很好玩的事情。好 ，x 加 y， 好，我就故意因为 x 加 y 属于 u 嘛，那 x 也属于 u 啊，所以我就可以用我的 c 等于1 ，d 等于什么？d 等于负1，好了，就把它看两个，得到 y， 那可是刚刚不是讲过说 y 不属于 u 吗？就你搞了半天，你把 y 拉进来的，有没有？所以这个产生矛盾就这个符号，因为他们有写说这一射个箭过去，有没有？两个蹦在一起，所以后来数学的人就这么直接写，这叫产生矛盾有没有？不对，那再看第二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说你那不能属于 u， 那如果呢，它属于W 可不可以？就试试看嘛。name 怎么样呢？一样 x 加 y， 那它属于 W， 那所以我在 W 里面我就取负1 y 有没有？得到 x， 可是你不是告诉我 x 不属于 W 吗？这个搞了半天 x 竟然属于 W， 也就是说，不管你就是 x 加 y， 不管属于 u 或属于 W， 都产生矛盾。为什么产生矛盾？因为你鸡婆把你的结论 Q 否定掉，有没有？所以它不准否定，所以因此呢，因此怎样？因此我们的 U 就要包含于 W， 或者是 W 要包含于 U。证完喽，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题目，值得大家再回味欣赏一下。所以这个是好题目，一个非常好的好题目。那这边单元比较多，所以我的速度再稍微加快一点点的。好，那刚刚讲了半天，所以等于子空间的一个结构就已经很漂亮出现了，所以就要来看看刚刚的 cx 加 dy 这个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可以看到，就是说，好，我要找一个非空集合大 X， 里面有 n 个向量，那它是 V 空间的一个子集，它不是子空间的它是怎么样？它是这个 vector 怎么样呢？这个 vector space over F， 我们的这个 V 空间是这样的一个空间，能看到？那我们就找了一个 LX 大写的 L， 那有些有草写，有些没草写，但无所谓了。这个我在出题目我就会把它用成草写，用打字的。这就是线性组合咯。前面有讲到的，那现在正式登场，正式把它定义，就是这 n 个向量，前面再用一些存量乘一乘把它加起来。我们就讲说这个也是什么？一个 set， 这个 generate 被生成，用过去分词有没有 generated？ 那个什么呢 ？or 编织。编制有没有 by x？ 有没有看到？所以好，这个 x 把它写好一点，写好一点，能看出来？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知道说，那这个符号在很多的课本里面就会有各种不同符号写法。LX 是比较好写，它是 is 什么呢？这个 is also 这个它也有人把它写成这样，写成叫 span span s 你可以大写也可以，小写也可以，也就是什么呢？那我习惯是会把它写成大写，LX 的话是等于 span x 这个我今天都要跟人交代一下，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书都会这么写，没有？那还有呢，这个名词我们就正式给它一个非常严谨的证明 ，C 正式给它名字，正式给它名字，这个式子正式给它一个名字，意思怎样呢？就是说这个的话，意思怎样呢？It's a linear combination by x1 x2 点点点and 怎么样呢 ？xn 能看出来？好，这是非常重要那这个的话，中文叫做线性组合。线性组合，那有人讲说这个式叫线性组合式，线性组合有没有 ？linear combination 线性组合这样，哇，东西一多写起来就乱没关系，看得懂就好了原则上这个就稍微加快了一下速度了那再往下看，所以我们就出现了那下面就开始出现这种题目了，比如说我今天令 x 等于1加 x 加 x 平方1减 x 1减 x 加 x 平方它是 R2x 的一个子集你说怎么突然变成这个多项式 polynomial 原来 polynomial 也可以是一个向量空间也是一个向量空间，看出来好，那这边的英文就稍微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这应该是打1点那这个是应该要变成大写，有没有？好，没关系，这个因为这个个人设计师帮我这样帮我这一个排版的好，那这里的 R2 这个就又一个新符号出现了这个新符号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个就是说，所有2次多项式 degree 小于等于2的那些多项式所成的集，那系数不以哪里？不以实数，我们看出来。那这个式子就告诉我们说，要叫我们证明这个它是属于这个集合里面，也就是说，这2加 4x 加 2x 平方可以表成1加 x 加 x 平方1减 x 加 x 平方的线性组合，可是这个式子就不行了，不行，为什么？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一开始我们 try 试试看有没有 try to find A1 A2 我们看出来 such that 让它怎么样呢 ？A1 可以就是用这个线性组合，我们来解看。那平常我在做的时候，我会把它写成 PQ 比较简单。可是这个比较正式，就把它写成有下标出现，有没有？等于2加 4x 再加 2x 平方，也就是说要看这一个式子可不可以表成这两个的线性组合。那有这个系数到底存不存在？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好了，就往下推咯。A1 加上 A2， 我就整理一下常数项，再加一次项，有没有？这高中都似曾相识。再解释，把2次4的那个系数整理一遍，有没有看出来？它等于什么呢？等于2加 4x 再加上 2x 平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把系数比一下。所以你看呢，这个系数就等于什么？就等于2那这个系数等于什么？等于4。那这个系数等于什么？等于2。好，我们就把它写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 A1 加 A2 等于2，那 A1 减 A2 等于4，那后面那个多余的 A1 加 2等于2，一解没有问题。A1 等于你上下相加嘛，等于3，有没有？那 A2 就等于什么？-1，所以 OK 它存在。
它存在有没有看出来？没问题，所以这个没问题。嘿，那下面呢？下面这个到底存不存在呢？好，我们再往下看有没有？好，哇，这个题目有点多哈，没关系，因为要一气呵成把一个观念讲完。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到底行还不行？嘿，好，所以我们前面好要做一个完整的结论。嘿，所以 therefore 呢 ，we have 好2加什么呢？4x 再加2x 平方等于3， 1加上 x 再加上 x 平方再加上-1， 1减去 x 再加上 x 平方。哇哦，没问题没问题齁。那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第二个问题有没有？解决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到底存不存在？我们看出来，好，一样的道理，我们就来试试看呢。Try again。好，你看我这样解几次给你们看，你们就会了。1加 x 等于 a1， 好，看看这个线性组合存不存在。再加上 a2， 1减去 x 再加上 x 平方，这个线性组合到底在不在？我就可以得到什么样呢？得到 a1 加 a2 得到1，我就直接快一点的，然后那 a1 减去 a2 得到1，a1 加上 a2， 这是2次4的好的那个系数。怎么可能嘛？ a1 加 a2 等于1， a1 加 a2 等于什么？等于0。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 no solution， 不可能有解，没有？不可能有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therefore 好，你可以看到1加上 x 就不会属于这个的线性组合的集合里头。很简单的小题目那你的观念你还是要建立的，观念还是都是全部自己建立，没有人会帮你的忙老师在帮你的忙。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证明。那这个 Lx 竟然是 V 的一个子空间，是个子空间。我们看我这边应该再弄一个 proof 这个个人设计报设一个美美的图。没关系，我们下面就开始来 proof， 就我要准备来开始证明，有没有？我来准备证明。你可以看到，那好了，对于所有的我要检查这个好简单C1x1 再加 C2x2， 我就直接跳快一点了，点点点，再加 CNxn。咦，有没有看到？那我 y 的话等于怎么样？ D1x1 再加 D2x2 点点点，再加上 DNxn， 有没有看出来？ CD 属于什么呢？这个 CD 我要找另外的 CD 属于 F。 那我想干嘛？我要检查 CX 加上 DY 到底属不属于 LX。那前面见过嘛？你要证明这个式值是什么？这个式值是它的子空间，从任何里面抓出2个向量出来，那做 CX 加 DY 还要在 LX 里头，所以我来检查 C1x1， 因为 X 从里面来，它就要表成里面的那个线性组合没有问题，所以它都表成它的线性组合。再加上，可是新的一个线性组合到底在不在里头？有没有？其实这个是 trivial 啦，只是说你刚初学者这个老师还是要想办法完整写给你看。那我就把 x1 的系数抓出来 ，dd1 有没有 x1？ 哇，那这个是 c2 再加 d2 有没有 x2 再加点点点有没有？再加 cn 再加 dn xn。 那你就发现呢，这个当然是还在，这是属于那个系数是存量的系数，这个也是存量，这是存量，没有问题啊。所以呢没有问题，它满足是 Lx 的一个数学定义，有没有？的一个数学定义。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咯。所以呢 Lx 呢是它的什么？它的那一个子空间，我们要朝着基底的
那个理论的方向建构，注意基底。我们从高中开始学基底，有没有？那现在在这边就要很完整的跟各位把理论把它建构清楚。好，所以我们的结论 Lx 的话是什么？是 V 的一个这一个什么子空间。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就要开始引出那个 basis 所以后面会再陆陆续续要引出我们的这个 basis， 所以这个 X 就叫做什么 generating set， 叫生成集 to 这个怎样呢 generate， 好，所以有个新的这个名词出现这个新的那个观念出现呢，它要在课本里面都会这么解就是说这个 X 是一个 generating set， 一个生成集，生成什么呢用来生成或编织这个子空间 Lx， 有没有？所以呢这个 X 我们叫是什么？就是生成集，集合的集，或叫编织集，就是在很多的中文书会这么翻译就是说生成集，这个生成集有没有？或者叫编织集所以已经开始慢慢帮各位建构基底的由来基底由来所以好，那这样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结论呢，总之要做一个汇整，做一个汇整，看出来，所以在这个子空间就漂亮多了。那子空间就完全用线性组合的观念来兜出来，就不用再啰里啰嗦 V1 VS1 VS2 到 VS8， 那搞得大家都昏天暗地的它只要一个线性组合的观念就来兜出一个向量空间，一个新的子空间出来，这样那渐渐的我们包括我们的母空间 V 的话也可以用它来编织那用它还是满足那个线性独立的条件之后呢，就叫做基底那这个严谨的观念就是后面呢我再陆陆续续跟各位这个讲解这样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先到这边。